奉本县令谕，宣读配婚令。诸位皆因家门获罪，流放至此。为加强管制，并充实我南迁户籍，特颁此令，将尔等配与清风驿未婚异族为妻。从末世穿来不过2个时辰，就遇上这种强制配对的生存局。也好，目标明确。罪官家眷，就算被抄了家，指不定谁身上还藏着点私产，或是记得些京中的门路。娇生惯养的官家小姐，娶回来是添个祖宗，还多张嘴吃饭。此次配婚由一族择选，选中者即刻成婚，入籍安家；未被挑中者，一律发往云顶山官营茶厂为役，终身劳作，不得擅离。哭有什么用？没用的东西。在末世，活命是第一法则，想活下去，就必须找到最强的生存伙伴。手上有后茧，是常年拉缰绳搬重物的痕迹，下盘稳，气息沉，核心力量很强，就是他了。清风驿的一诊一族，按入役年资依次上前择选。陆兄，看你兴致缺缺，不如就让小弟我先来，给你打个样。随你。奉县令大人谕，依配婚令，按入役年资择选开始。清风驿驿一城，陆川上前择选。禀大人，陆川家有老母幼妹，义清俸禄微薄，实不敢再添一人受苦，我自愿放弃此次配婚，请大人将此名额让与其他更需成家的兄弟。胡闹！拒婚令乃朝廷恩典，更是南活镇的规矩。其实你说让就让的，非是推辞，实为不能。若娶妻而不能养，实为不义，请大人明察。哼，好一个不义！本官今日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规矩。此女以3轮无人择条，即刻划入云顶山官营茶厂名册。来人，押走！我不要去茶厂，大人饶命啊！陆亦成，你怕拖累人，我怕被送去茶厂，我们做个交易如何？哎呦，这姑娘胆子也太大了！交易？她能有什么跟陆议长交易的？我不需要你养，我会采茶，也认得山里所有值钱的山货。你给我一个户籍安身，我还你一个温饱之家。我们是搭伙过日子，不是谁拖累谁。这笔交易，你敢不敢做？陆川，这可是个宝啊！会认山货的婆娘顶咱们跑半年腿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是啊，陆亦成，人家姑娘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你一个大男人还怕啥？她不怕我，不嫌我穷，反倒说看中我能护她周全。这南齐镇还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女子。交易到底是谁选谁？好，大人，我选她。好一个敢做交易的，有意思，本官成全你们。跟上。真是丢尽了脸面，竟当众叫卖自己，配个穷鬼一职，看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。川儿，你回来了，这位就是娘，这是叶西夏按配婚令配给我的。婶子好。好孩子，快进屋，饭刚做好。在末世，连这样的食物都是奢望。西夏，多吃点儿，能吃是福气，说明身子骨结实。我们川儿跑驿路，一顿也能吃3大碗呢。你这趟从瘴气林子替送回来，还没歇几天，又被县令叫去，伤口没再裂开吧？没事。西夏，你在这儿等会儿。婶子，这太贵重了。傻姑娘，不给你给谁？总得有件换洗的干净衣裳。这是我当年的嫁妆，布是自己织的，结实，你别嫌弃。为了半块压缩饼饭，同伴就能背后捅刀的末世，我有多久没感受过这种不求回报的善意了？这里穷，但这里的人心是暖的。陆川，穷一点不要紧，我可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川儿，把水拎你屋里去，让人家姑娘洗洗，换身干净衣服。今晚
你就在堂屋打个地铺，礼数还没全，不能委屈了人家姑娘。行。我陆川有媳妇儿了。啊，水倒好了，你歇着吧。嫂子，你醒了。娘的病又重了。哥哥的1成俸禄，一多半都拿去换了米，剩下的根本不够买回春堂的药。我想再去云顶茶山碰碰运气，采些云雾蕨，品相好的能卖给茶庄换几个铜钱。原来如此，生存的压力不只是饥饿，还有疾病。在这个世界，钱就是命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嫂子，可是山路难走。别去了，那山跟迷魂阵一样，驿站里多少老把式都在里面栽过跟头，为了几根蕨草，不值当。娘，你放心，今天我一定能让您把药续上。陆家丫头，别白费力气了。驿站那几家跑得比鸡都早，天不亮就来把山脚刮了一遍。连石壁上刚冒头的青苔都快被他们刮秃了。嫂子，你看，他们连根都快刨出来了，这还怎么长？那些茶庄只收叶片肥厚带着白霜的极品云雾蕨，可那种都长在没人敢去的瘴气林子边上的悬崖上。算了，嫂子，我们回去吧，今天又是白跑一趟。你在这里歇会儿，我去那边看看，说不定有他们漏掉的。就是这里了。力量还在，但比末世时弱了太多。若是以往，足以让这整片岩石石都道扎满。这是云雾蕨，如此庞大纯粹的生命力，绝不是一株，而是一整片，就在那瀑布后面。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！这么多，我一个人根本带不走，而且这么大一笔收获，我需要一个见证人帮我圆谎。西夏姐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真的什么都找不到。谁说找不到？你看这是什么？陆凌，这是顶尖的云雾蕨，比集市上卖的还好。西夏姐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跟我来，我找到了一大片，多到我们2个人都采不完。西夏姐，你去的不会是瀑布后面的瘴气石涧吧？村里老人都说那里瘴气重，只长毒草和苔藓，进去的人会生病的。瘴气的确有，但没那么夸张。你信我一次，跟我走，我保证我们安然无恙。好，我跟你去。别怕，贴着石壁走，风把瘴气都吹到另一边了。天哪，真的有这么多，我们发财了！等等，采的时候要小心，只掐最嫩的头，千万别伤了下面的根茎。为什么？只要根茎还在，这里湿气又这么好，过不了几天，它自己就能再长出新芽来。这可是咱们的宝库，不能一次就掏空了。西夏姐，你太厉害了，不仅能找到这种神仙地方，还懂这么多。以前在书上看的。快动手吧，我们得在天黑前装满背篓。西夏姐，这地方以后就是咱们俩的秘密，谁也不告诉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我们俩知道。对我来说，只要有木系亦能滋养，别说再长，长多快多嫩，都由我说了算。
西夏姐，今天真是太好了，这么多云雾蕨够娘吃好一阵子药了。等等，怎么了，西夏姐？呀，这是什么蘑菇？长得真好看，能吃吗？能吃，这可比吃金子还难得。这是鸡枞菌，山珍中的极品。这种菌子只在夏末秋初的雨后，长在特定的白蚁巢上，味道鲜美无比。镇上福满楼那样的大酒楼都是抢着要的。抢着要？那很值钱了。何止是值钱，就这么一小捧，少说也能换几十文。而且它最是滋补。你哥哥在驿站成日奔波劳累，正好用这个给他炖汤补补身子。几十文，那娘的药钱就再也不用愁了，我们还能给他买些补品。对，所以我们得小心点采。记住，千万不能伤了地下的菌丝。只要它还在，明年雨水一到，这里还会长出宝贝来。这不是运气，只要我的能力还在，这片云顶茶山就不会让我们一家人饿着。周婶，我们的东西就不劳您动手了。横什么横？不就是走了狗屎运，谁稀罕？就是陆家这新媳妇一来，运气都变好了。这山外围都快被我们翻秃了，你们从哪儿变出来的？婶子们，我们真得赶紧回去了，我娘还病着，就等着这云雾蕨和鸡枞玉吊着一口气了。求求你们别围着了，耽误了病情可怎么好？原来是为着救命，快回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嫂子，我们快走。这丫头倒是有几分真心。娘，快来看，我们发财了！你们是不是进后山了？那片有瘴气的林子，糊涂啊！连清风义跑了一辈子马路的老阴使都不敢轻易进后山，说那里的瘴气能把人的骨头都熏酥了，你们怎么敢？娘，您放心，我们没去。您看，我们鞋上沾的是西边的青石台，不是瘴气林里的黑泥。我心里有分寸，绝不敢拿自己和灵儿的安危开玩笑。那就好，人没事比什么都强。好，老天开眼，今天我们吃顿好的，用这蕨菜和菌子做野菜菌子粑粑。太好了，嫂子，我来帮你洗。西夏，这是什么菌子？怎么混在里头了？能吃吗？娘，别扔！那是嫂子特意收起来的，肯定是好东西，不能扔。西夏，这东西你真认得？我们在这南河镇住了大半辈子，可从没见过这种菌子。娘，嫂子说是好东西，就一定是，嫂子可厉害了。娘，您看，这菌盖下的褶皱细密如云，通体雪白，这是它无毒的第一个特征。您再闻，有股淡淡的兰草香。山里跟它相似的毒菌，褶皱会发黄，气味是腥的，这叫云雾菌，只长在极阴湿的悬崖石缝里，对润肺止堪有奇效，物以稀为贵。品相这么好的菌子，拿到镇上回春堂药铺，能卖个好价钱。润肺止咳还能卖钱？西夏，你怎么懂这么多？我祖父曾是京中有名的御医，我幼时体弱，常翻看他留下的医书图谱解闷，所以认得一些南方的草药菌子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！我说呢，这通身的气度，不愧是大家出身，是我们陆家有福气了。娘，现在我们是一家人，我的本事就是家里的本事。好孩子，说得好，以后上山你就带着陆灵，看中什么就采什么，娘信你。太好了，嫂子。娘，光靠采不是长久之计，总有采完的一天。我想把这云雾菌在咱们院里试试，看能不能养活它。养活？西夏，这山里的东西哪有种在院里的道理？事在人为，只要地方合适，我就有把握。娘，您把院里那块最没用的地给我折腾就行，成与不成都不损失什么。就那儿，那地方邪乎，种啥啥死。你要真想试，就拿去吧，可千万别累着自己。多谢娘。别人眼里的废地，对我来说却是难得的宝地。就从这里开始，陆家的好日子由我亲手种出来。嫂子，你捡这些烂木头做什么？这地不是用来种东西的吗？云雾君的家和庄稼不一样，他们不喜欢净土，就爱这种烂木头混着的东西。哇，嫂子你连这个都懂，就跟上次你说采野菜不能伤根一样。
西夏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快歇歇，别累着了。娘，我这是在搭军床，地方是好地方，就是想让咱们的云雾军长起来，还得有东西给他当饭。娘，咱们家有陈年的骨壳木屑之类的吗？你说的是不是这种东西？前年别人送的，说是能长好菌子，结果扔地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你看，都发霉干巴了，早就坏透了。你拿去垫脚都嫌脏。嫂子，这个都长绿毛了，肯定没用了。不，正好。这是娘，这是饭。那位教我食药的大夫说过，只要法子对，再没用的东西也能变成宝贝。行，那你就试试，弄不出来也没事儿，别白费力气。等我让你们亲眼看到奇迹，陆家的好日子才算真正开始。今天托西夏的福，有这些野菜垫肚子，饼也能做大点儿。那云雾蕨和鸡枞菌我都仔细晾着了，明天就让你大哥带你去镇上回春堂问问价，娘的药就指望他们了。娘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等我这军床里的云雾菌长出来，以后您想用什么好药都行。嫂子最厉害了。这样的烟火戏，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。嫂子，你脸色……嫂子，你脸色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就是饿狠了，一下子吃到热乎的，肚子有点不习惯。哎呦，都怪我，光顾着高兴了。快多喝点菌子汤暖暖。娘，我没事，真的。这第一顿夹菜只是开始，我要让这家的茶山丰产，君子满仓，钱节满当，陆家的日子会一点点好起来。有个事儿，我得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既然西夏已经进了我们陆家的门，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。我打算后日在家里置办一桌席面，给西夏证明。太好了！到时请村里的周礼恒，还有清风驿的钱驿长来坐一坐。娘安排就行。这是这2个月的俸钱。相公，我听说义臣好歹是朝廷记账的差事，俸钱是有定数的，这点钱连镇上短工的工钱都不如，是不是算错了？慎言，清风驿的俸钱向来如此，上面的驿长层层克扣，到我们手里没有这些就不错了，这事不许再提。唉，这就是我们这种人家的日子。可越是这样，这席面就越要办，该请的人要请，该有的见证也要有。我们陆家再穷，也不能让人看清了我们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陆家给了我名分和体面，这场因配婚令而办的席，我也得为他们挣回脸面。川儿，这是咱们家所有的钱了，你和陆枫去一趟南溪集市，仔细着花，油盐酱醋都得备点儿。后日的席面不能太不像样。知道了，娘。陆枫，跟我走。好嘞，哥。是君子，是上好的姬聪君，就在现在，雨后出生，错过了今天，明天就老了。陆凌，在家吗？走啊，去溪边漂洗新染的茶巾，今天溪水最清亮了。听说你家来了新嫂子，我就不进去打扰啦。在呢。我就不去了，我得陪着嫂子。快去吧，别让朋友等急了。我一个流放罪眷，别因为我让你连朋友都没得处了。你去玩，我正好也歇会儿，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家怠慢了朋友呢。那好吧，嫂子你好好歇着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机会来了。找到了，是姬宗君，品相这么好。这东西在茶马古道上，可是那些大商队和富户们不惜重金求购的仙货。菌盖未开，菌柄挺拔，还是长在白蚁窝上的头茶菌。这品相拿到南溪镇上，1两银子1斤都有人抢着要。这一窝少说也能卖个3、4两银子，
这可比陆川在清风驿当差几个月的工时钱都多。后日的认亲席稳了。不好，是瘴气，我走得太深了。这种瘴气吸入过量会让人昏迷，甚至要命，必须马上离开。是竹鼠，这么肥，这要是抓住了，后日的席条上可就多了一道真正的硬菜。别跑！来不及了，给我拦住！我能操控植物了，不只是催生，而是操控。不行，这瘴气比预想的还厉害，必须马上离开。这可是送上门的硬菜，后日的认亲席面就指望它了，不能放弃。毒物7步之内必有解药，就是它。禁瘴菊能分解珊珊毒瘴，给我长。加上之彩的姬宗君，这一趟后日的认亲席面有底气了。还是秦家夫人有福气，瞧瞧这新媳妇儿，举手投足那股劲儿，跟咱们就是不一样。那可不，我们家月梅可是府城出来的，那规矩那气度是咱们这儿能比的。就是，听说月梅你还懂怎么冲泡雨前茶，那可是咱们南河镇的乡绅老爷们才懂的门道。婶子过奖了，以前伺候小姐时耳濡目染学了些皮毛，算不得什么。一群乡野村妇，哪里见过真正的风雅？不过能在这里轻松得到所有人奉承，倒也不算委屈了自己。周婶儿，我们正说秦家这新媳妇儿有本事呢，听说陆亦辰家那位也是个妙人，咋样啊？你家那位新媳妇儿也会？问他做什么？陆家那位怕是连茶叶和草叶都分不清吧？娘，您就别为难周婶了，叶家妹妹她自然有她的长处。各位婶子姐姐方才问起府城的茶艺，那可不是光有好茶叶就行的。说起这泡茶的手艺，我在府城的时候可是得过茶博士指点的。哎呀，这可是雅事，咱们这些泥腿子可不懂，光是听月薇你说，都觉得闻着茶香了。哎，那不是陆家媳妇儿吗？天爷啊，那是姬宗君！错不了，就是这个鲜味儿。乖乖，这么大一丛，还带着露水呢。这得卖多少钱啊？听说镇上回春楼一盘就要好几千银子。陆家媳妇儿真是好本事，这东西金贵着呢。运气好罢了。哟，叶家妹妹，你不是连后山都没去过几次吗？怎么就认得这金贵的姬宗君了？山里的蘑菇可不能乱采，你可得小心，别是把毒蘑菇当宝贝了吧？我有什么本事，似乎不必说给柳姐姐听吧。好一个伶牙俐齿。不说这个也罢，只是妹妹如今也嫁了人，有些规矩和称呼可不能再像以前在府里那般随意了。我们陆家的人规矩如何，不劳外人费心。陆家婶子，我只是好心提醒。倒是借着今日热闹，我宣布一件事：后日我们陆家要办认亲宴，正式迎西夏进门。认亲宴，陆家这是要给新媳妇儿撑腰啊！这下可有热闹看了。秦家和陆家的新媳妇儿都是从府城来的呢。到时候
还请街坊们都来喝杯水酒，给我们家西夏添添喜气。这就是家人吗？怎么了？这是在外面受了气，丢了我们秦家的脸？娘，没什么，月梅不敢给秦家丢脸。有话就说，吞吞吐吐的做什么？刚才在西边，陆家婶子当众宣布要给叶西夏办认亲宴了。哼，办就办呗，一个穷遗产家靠着山里刨食才敢摆谱，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？娘说的是，只是我刚听见街坊们议论，说陆家都这么看重一个配婚来的媳妇儿，不知道咱们秦家这样的望族会是何等风光呢？他们说秦家家大业大，对从京城来的媳妇儿，竟还不如一个小小一身家上心。这丢的可是咱们秦家的脸面啊！反了他们，这可不行，咱们秦家不能让人看扁了。娘，我们家底蕴深厚，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？不行，怎么能不办？我儿是秦家少爷，怎么能让一个义夫比下去？办，咱们也办，而且要办得比他们风光100倍。唉，西夏，刚才娘一时冲动，这认亲宴得花不少钱。嫂子，这是什么？好香！天啊，是鸡枞，这么大一丛，这得卖多少钱啊？镇上回春楼一盘就要好几钱银子呢。娘，你不用愁，光是这些菌子就够我们办一场体面的认亲宴了。再加上这个，后日的宴席硬菜也有了。好，好，我陆家有你这样的好媳妇儿，是天大的福气。乖乖，我活了半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水灵的鸡枞，这哪是山货，这分明是能换大宅子的金疙瘩。嫂子，有了这些，后日的认亲宴，咱们肯定能把秦家比下去。我看谁还敢说闲话。我在驿站听南来的客商说过，就这么一朵，在府城的大酒楼望江楼里，价钱就够咱们全家吃1个月饱饭了。你一个人进了张起灵，川儿，你这是做啥？西夏他好不容易……娘，张起灵是什么地方？您不知道吗？进去的人10个有9个都出不来，你不要命了？他的怒火是为我烧的，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真好。我没事，我知道分寸。我进瘴气林，本是为了找这些菌子和野味给家里添菜，但运气好，让我在林子深处还找到了这个。这就是茶马古道上那些大商队说的一牙一金，只供给京城贵人的云顶金牙。光是这一小包就足够我们把这个院子买下来，再置办几10亩良田。啊！老天爷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总想着护他周全，却不知他也是这个家的擎天之柱。他比我想的还要能立得住。不行，这菌子水灵，多放半天品相就差了，价钱就得掉1半。这茶叶更是金贵，不能在我们手里放着。川儿、西夏，明儿天不亮就走，菌子拿去镇上最大的酒楼望江楼，茶叶就去云来阁茶庄，这事儿一刻都不能耽搁。吃吧吃吧，吃得再肥点，后日就看你给咱们陆家长脸了。这个男人，驿站的废料都长成这样了。驿站里换下来的旧木料，扔了可惜。活计不忙时随手做的。你的东西零散，用这个好归置。谢谢。刚刚用异能酝养过一遍，品行比普通山货好得多。这股力量用在这些山野精灵身上，效果竟出奇的好。只要望江楼和云来阁的掌柜识货，价钱绝不会低。到了镇上，别先开价，让掌柜的自己说，探探底。尤其是那茶叶，金贵着呢，千万别被人压了价。娘，你放心。嫂子，你说咱们这次能卖多少钱呀？走吧。
茶庄、山货行，还有专做过路商队生意的客栈。这茶马谷上的生意比我想象的还要兴旺。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，不能只靠灵敲断打。娘说君子拿去望江楼。望江楼要的是量，不是质。他们会把你的君子跟寻常山货混在一起算价，不划算。要卖好价，得找识货的人。南货斋的钱掌柜专做茶马馆道上等货的生意，供给那些差钱的商队。他识货也舍得给价。掌柜的，收山货吗？收，什么货？拿出来看看。这是鸡枞，菌盖未开，菌身饱满，香气清冽。这雨季刚过，哪来这么好的头茶货？姑娘，你这菌子是走了什么神仙运道挖到的？运气好罢了。掌柜的，开个价吧。姑娘，老夫我也不跟你绕弯子。你这批货品相是近几年南商镇都难得一见的极品，这要是送到府城的大酒楼，价格还能翻一番，3两6钱银子。比我预想的还高。异能运阳果然有用，3两6钱，对现在的陆家来说，是一笔真正能解燃眉之急的钱。好，麻烦掌柜了。嘿嘿嘿。3两6钱银子，我身为清风驿的驿臣，一个季度的俸禄加起来也不过2两银子。他只进山1次，配婚令下达那天，他说他能养活自己，我只当是句气话。原来他真的有这份安身立命的本事。在想什么？这笔钱解了燃眉之急，先拿出1两银子，把后日的认亲席办得体面些，再买些米粮日用，剩下的给娘添块好布，给陆凌买根新发绳。君子卖了，心里的石头落下一半。我们还得去趟云来阁，不过路上我想先去一趟匠人铺。这次君子能卖上价，说明路子走对了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们得把工具换了，才能把这条路走得更远更稳。他有聚宝的本事，可这世道怀璧其罪，我不能只守着驿站那点死俸禄了。清风驿的考评连着3年都是丙等，若能升到乙等，朝廷的赏钱和补贴能翻1倍。我在镇上说话也更有分量，我得做出点成绩，才能为他遮风挡雨，配得上和他并肩。好，镇子我熟，我带你去。哟，姑娘是采老山君的好手啊，一眼就相中了这月牙刀。这可是我们这儿山把头才用的宝贝，下刀利落，不伤君根。还有这透气篓，藤条间隙大，就是为了让娇贵的君子透气，品相能多保鲜半天呢。掌柜的，就把这月牙采君刀，还有这个透气背篓。好嘞，姑娘您真是行家。君子卖了3两6钱，解了燃眉之急，但真正的大头还是那包云顶金牙。请问，你们这儿收茶的张掌柜在吗？不巧，二位，张掌柜是我们东家的内兄，今日去吃喜酒了，怎么也得下午才回。要不二位下午再来？好，多谢。那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歇脚，等下午。不，时间不能浪费，正好去办别的事。走。哎呀，是姑娘来了，快请进。今天又有什么好货？钱掌柜，今日不卖货，是来买货的。给我拿3个能密封茶叶的粗陶罐，2捆捆山货的麻绳。好嘞，姑娘这是准备存新茶了，眼光就是长远。钱掌柜，您这儿的山货都是1等1的，只是似乎都是咱们南溪本地所出。姑娘真是慧眼，可不是嘛？咱们这地界靠山吃山，外头的东西运进来，光过驿站就要8层皮，贵的要死，谁买？驿站难道就没有商队能直接过来？寻常商队自然不行，但有一家例外，从南边赵国来的金花马用，他们走的是朝廷特许的茶马古道驿卷，
不受沿途关卡盘剥。这位客官是明白人，那金华马帮1年只来咱们南溪2次，带来的茶种、菌种都是外面才有的金贵玩意儿。算算日子，5日后他们就该到清风驿了。稀有茶种和菌种，我的异能终于有了真正大展拳脚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青火果，碎苦本地人采来泡水败火，不值钱的玩意儿。正好，这些我都要了。走，最后去布庄，给娘和陆林扯几尺布，做身新衣裳。婆婆梦晴给的月钱，连买匹像样的细棉布都紧巴巴。嘴上说着要我撑起秦家的脸面，却处处克扣。这日子……哟，这不是叶家妹妹吗？流放到这穷山恶水的地方，竟还有闲钱逛布庄。日子是自己过的，冷暖自知，不像有些人活成了面子，里子却不知是什么光景。我们看我们的。这料子厚，给娘和陆枫他们做2身下地干活的衣裳，能穿好几年。兰露，月美，我们银钱不多，就买这匹作件外衫，也算体面了。体面？这种货色也配叫体面？叶西夏妹妹真是巧，没想到你如今的眼光竟只在这些粗布麻衣上打转了。过日子讲究的是实用，不像嫂嫂出身富贵，自然不懂我们这些凡俗人的计较。陆川，你看这个给娘买怎么样？样式简单，干活也方便带。娘会喜欢的。凭什么？我嫁进秦家，婆母梦晴整日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她倒好，已经开始收买人心了。陆川这个闷葫芦竟然还这么由着他，我不能输，绝不能输给他。掌柜，那匹蜀锦，本夫人要了。柳月梅，你疯了！你知道那要多少钱吗？我们所有的积蓄都不够。我有钱，我自己的嫁妆，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你管不着。这位夫人真是好眼光，这可是从蜀渡快马加鞭运来的宝贝，整个南山镇独一份儿。别废话，给我包起来。好嘞，上等蜀锦1匹，承会2两银子。2两银子买1匹布，这都够寻常人家1年的嚼用了。那不是清风驿的陆一河吗？他家不是刚分家，哪来这么多钱？娶了个败家媳妇儿，一个小小艺术这么个花法，怕是连下个月的驿站份子费都交不上了吧？可不是嘛，看着吧，不出3月就得喝西北风。哼，他不知道，关于他家有悍妻、挥霍无数、即将破产的流言，已经像长了翅膀一样，飞速传遍了整个南溪集市。山路颠簸，先垫垫肚子。哟，陆一筹，难怪镇上都传遍了，说你家娶了个败家媳妇儿，花钱如流水。今天这阵仗，看来传言不假呀。可不是嘛，一个小小一筹，这么个花法，怕是连下个月的驿站份子费都交不下了吧？周婶儿，我们家的事，不劳您费心。西夏，这得花多少钱？咱们还剩多少？嫂子，别听他们的。你在云顶茶山找到的那些鸡枞菌，到底卖了多少钱呀？托大家的福，在云顶茶山找到的那一小篮野生鸡枞菌，得回春露的前2馈看中，卖了3两6钱。3两6钱？就那一小篓子过夜坏的菌子，西夏你没听错吧？呀，3两6钱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陆川，陆川，先把农具和种子卸下来。这块天青色的给阿玲，上面的花纹像云顶茶山的茶花，衬你。娘，这块剑兰的耐磨，您穿着干活方便。还有陆枫的，等他回来给他。娘，这个给您。我只盼着你们能吃饱穿暖，没想到你还能让一家子都穿上新衣裳。好孩子，是我们陆家有福气。谢谢嫂子，你不但能挣大钱，眼光还这么好。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的，往后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往后这个家你来当，家里的钱都归你管。
这儿子啊，就是根木头，哪有媳妇儿贴心又会办事？明明我嫁的是南传镇有头有脸的秦家少爷，怎么摆个合婚宴，反倒处处要被伊夏那个罪官之女比下去？安哥，怎么了？你看那只钗，明日就是我们的合婚宴了，我头上光秃秃的，会不会太单薄了些？听说陆家那边可是添了不少新东西，到时候两家都在镇上摆酒，少不得要被人放在一处比较。看那些做什么？秦安，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？前几日买那匹蜀锦，已经把账面掏空了。最近茶山的生意也不好，哪还有闲钱置办这些？我也不是非要不可，新首饰不买也罢，有这身衣裳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这也不光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让你，为了我们秦家，在南岐镇的那些乡绅或县衙官吏面前能有几分脸面。知道了，既然是为了脸面，那就去添这些香料，明日宴上熏衣用。夫君，这里是……铺子里的东西都是哄抬价钱。我知道有个货郎，他手里的东西实在。老伯，你那儿最便宜的香膏拿一盒。茉莉香膏30枚铜贝。夫君，我方才好像看到他那里有，那是不是桂花凝脂？哪怕只要一点点，明日合婚宴上……你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，还想挑3拣4？能给你买这个，已经是看在秦家脸面上了，别不知足。谢谢夫君，让你破费了。夫君，我口渴的厉害，我们去那边茶摊歇歇脚，喝碗凉茶解解渴吧。刚花了30枚铜贝买香膏，你又要花钱喝茶？可只是1枚铜贝，1枚铜贝就不是钱了。家里生意不好，处处都要用钱，忍一忍，回府里有的是水喝。为了省下几10枚铜贝，他把我拖进那种地方。现在，为了1枚铜贝，他竟让我忍着渴。这就是我千挑万选的好夫君，这就是南溪镇望族的少爷。我明白了，他不是吝啬，他是在考验我。对，秦家是何等门第，未来的主母怎能是贪图享乐的肤浅女子？他这是在磨我的性子，看我配不配得上当秦家的主母，看我有没有与他共患难、兴家业的气量。我懂了，夫君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点苦我受得住。今日我所忍受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将来成为人上人。叶西夏那种只懂柴米油盐的蠢妇，根本不会明白这种深意。夫君的考验，我一定能通过。他是在磨我的性子，看我配不配当这秦家的主母。夫君，今日要去见县令大人的幕僚，事关重大，您的仪容便代表秦家的脸面。我用昨日新买的茉莉香膏为您熏了衣，虽不比那些名贵香料，但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男人外头的事，轮不到你操心，管好你分内的事，别给我添乱就行。嫂子，这个闻起来好香啊，这也是做菜用的吗？这叫椰子酥，我们本地菜少用，但加在鱼汤里能去腥提鲜。明日的宴席上，我准备录一首。我做了大半辈子的饭，都不知道这山里的草还有这种用处，还是我们家西夏有本事，懂得多。等明日宴席办完，就该去云顶茶山看看了，得为明年的茶饮早做准备。二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火烧眉毛啦？别急，喘口气，慢慢说。出什么事了？欺人太甚！我刚从集市回来，现在整个镇子都传疯了。那秦家也要在明天办新赴宴，他们仗着有钱，包下了镇上唯一的酒楼王江楼，还到处放话，说要请遍南溪县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我听见街上的人都在笑话我们，说他们秦家是玉堂春，咱们家就是路边草，居然也敢在同一天办宴，简直是不自量力。
欺人太甚！秦家这是要当着全镇人的面打大哥的脸。我听街上的人说，秦家到处放话，说他们的宴席才是正经的，咱们家就是凑热闹的野台子戏。这不只是面子，大哥是清风驿的驿臣，掌管着官道文书往来。可秦安他家把持着南溪镇一半的茶路，他们同日办宴，就是逼着那些要靠驿站和茶路吃饭的乡绅商户站队，这是要生生架空大哥的权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自乱阵脚，跟一条疯狗对吠，赢了也不光彩。柳月姬还是老样子，输了面子就要在别处用更大的排场找回来。可惜他这次找错了对手。他们有钱摆酒楼，我们有我们的办法。来，都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帮我个忙。嫂子，这是什么？真好看！这叫同心络子。明日我们院里挂满了这个，让来的客人都沾沾喜气，也让他们看看我们家的日子红火着呢。来，我教你们。嫂子，你真厉害，连这个都会。愣着干嘛？你也来。想让别人看我们家的笑话，还是想让他们看看我们一家人有多齐心？哼！驿站有急件发往州府，刚回来，走正门怕吵醒邻里。辛苦了，快进屋歇歇。给你的。南溪潮气重，你那些君子制和茶叶得用这个存着才稳妥，算是补进你的聘礼。我只是随口提过一句，担心山货受潮，他竟然记在了心里。哎呀，我说大哥，你这几天一得空就往驿站马厩后头的工坊钻，跟马帮那个老匠人嘀咕咕，原来是捣鼓这个大家伙去了。哼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还有这个。那个匠人说石料太硬，我刻不好。这木头我练了很久，以后你的东西得有个自己的名号。他给我的不只是一份心意，更是对我想做的一切的无声支持。有了这个章，叶家茶西夏君，仿佛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了。陆川，谢谢你，这个是我收过最好的聘礼。你喜欢就好。聘礼这个说法，我也很喜欢。明日我把头发盘起来，就用这支。只是太素了，没什么花样。怎么会？和印章是一对，我喜欢还来不及。明日毕竟是认亲喜宴，这木簪虽是他全部的心意，可戴在头上终究是素净了些。唉，这丝线比头发还细，我的手指都要打结了。嫂子，你在做什么呀？这丝线真好看，咱们南河镇可没见过这么亮的颜色。想给这簪子添点喜气，正发愁呢。这是上次在集市一位行商送的样品。嫂子，你这个结我好像见过，我小时候跟村东头的姐姐学过编络子，她的手法好像能编成，我来试试。好啊，我来告诉你花样，你来动手。你看，就照我想的这个同心结，这根红线压住金线，从下面穿过来，再抽紧。成了，嫂子，你看，我们阿玲真厉害，还是你的手指灵巧。我想的那个花样，你一下子就编出来了。也是嫂子你想的巧，我就是照着你说的法子编的。这下明天谁的头饰都没你的好看。嫂子，你瞧，这红金丝线配着黄杨木，真是越看越好看。明天你戴上，肯定把所有人都比下去。这些东西看似无用，但在末世，任何资源都不能浪费。等忙完明天，或许能用它们做出些新东西，比如熏香，或是安神的枕芯。陆凌，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刚去还周婶家的簸箕，听他说了个事，
秦家他们简直是疯了！他们为了把咱们的脸面踩在地上，竟然去跟镇上放贷的王三借了钱。下午在集市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直接在马屠户那儿赊了2头肥猪，还扬言明日的席面要让全南溪镇都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富贵。借钱办席，他们为了压我们一头，脸都不要了。这哪是办席，这是拿钱往我们脸上责啊！西夏，是娘没用，让你刚过门就要受这种委屈。2头猪，我们只有1只鸡，还有些腊肉，这摆明了就是仗势欺人。娘，阿玲，谁说我们要跟他们比花钱？他们比的是铜器味，我们比的是品味。比砸钱我们砸不起，可要说比心思，10个秦家绑一块儿，也未必是我的对手。谁说1只鸡就办不了一场惊艳的宴席？嫂子，我自有办法，让它生出3重味来，做一道1品茶香鸡。娘，阿玲，你们闻，这叫茶香入味。我们将鸡菌肉片下，用这陈茶的茶末慢慢熏制，做一道茶香熏鸡脯。那味道是他们秦家那金山银山也换不来的雅致风骨。这鸡骨架加上咱们上次进山侥幸寻得的鸡枞菌，熬无锅鸡枞菌子汤，那鲜味能把人的魂儿都勾走。嫂子，我光听着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那鸡腿呢？鸡腿我另有妙用，用今年新采的春茶嫩芽一同焖炖，做成碧螺烧鸡。茶的清雅能解了骨脊上油腻，入口即化，回味甘醇。这可是我从里那些官老爷夫人都未必尝过。茶叶还能这么做菜？不仅能，而且能做的比谁都好。娘，我保证，明天来咱们家的客人一辈子都忘不了这1品茶香鸡的味道。绝了，这法子绝了！我媳妇儿就按你说的办，娘明天就指着你长脸了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体面。你们想用钱来羞辱我，明天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有了西夏你这个1品茶香鸡，我这心里啊，就跟有了定海神针一样踏实。娘，菜是骨架，人是血肉，宾客都请好了吗？李正和清风义的兄弟们都回了话，说一定到。那程县令那边呢？川儿，你不会扎帖子送到县衙去了吧？那可是县太爷，咱们这种小门小户的，万一唐突了人家，可是大罪过。娘，这是驿站的规矩，凡有大事需向上官报备。我只是递了帖子，并未指望大人会来。我们办的是认亲席，是家宴，把自己的事办好，比什么都强。云秀、西夏，恭喜恭喜，我们来帮忙了！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？快都进来坐。客气啥？谁家还没个红白喜事儿？西夏这孩子，我们都看着喜欢。你们家办的体面，我们脸上也有光。柳月梅，你以为金钱和排场就是一切，可你不知道，人心才是最大的体面。这茶露是照着一本孤本残卷上的法子，用我为碧螺诗姬准备的那些春茶嫩芽，以意蜜催发其精华，再用晨露冷萃了一夜，才得了这么一小瓶。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好香，比铺子里的桂花油还好闻。这叫茶露，能润润皮肤。茶叶还能变成这个？嫂子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本事？等以后安顿下来，我做给你用。嫂子，你这个茶露真神了！你的脸现在看起来就像那雨后刚剥壳的嫩笋尖儿，又白又水灵。我们南溪这儿日头毒，山风又烈，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。这茶露是用茶籽和几味草药蒸出来的，能养着皮子，不怕晒伤吹裂。好了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等以后家里的东西备齐了，我还能做出更好的。西夏，院里院外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就等你发话了。娘，别急，待会儿我和陆川会绕着清风韵走一圈，大伙儿都见个礼，然后再回院拜堂开席。咱们的配温宴礼数虽简，却也不失体面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来了，是秦家的迎亲队伍。嚯，瞧那动静，秦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，非要跟陆家争个高低。陆家心腹出来了，不愧是京城来的，这气度，就算秦家排场再大，也被比下去了。气度能当饭吃，今天两家对垒，看的可是实打实的面子。川儿，这秦家他们……我们走我们的。我还以为他没听到外面的动静，
原来他早就准备好了他的应对。南翼镇山路多，绕驿站一圈，别累着。秦家想用喧嚣的排场来压人，而他用他一个小小驿差能动用的全部，给了我一份最安静也最实在的体面。他不是在退让，他是在用他的方式护着我。时辰到，陆家心腹出门，让义见礼。走。